我和兄弟从小就是孤儿院出了名的恶男双雄。我毒蛇属性拉马能把人骂哭，他武力值爆表，擅长以理服人。可在16岁这年，院长带着一对沈氏夫妻走了过来，他们说兄弟是首富沈家走丢的甄少爷，要接他回去时，兄弟闹着非要带上我。这些年要不是陈泽，我早就被欺负死了。你们要是不领养他，我也不回去了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我们院最乖最听话的小孩，领养我绝对不吃亏。一旁的院长脸皮抖了几下，表情似乎生怕我们这双魔丸留下。院长眼一闭，心一横，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没错，沈先生、沈太太，黑白和陈泽是我们孤儿院最乖的孩子，他俩感情很好，到哪都不愿意分开，不如你们一起带走。多养一个孩子倒也不难，只是我们家里已经有个养子了。叔叔阿姨，黑白一个人换环境容易抑郁自嘎的，带我回去，我保证好好陪他照顾他。首富夫妻闻言一颤，兄弟黑白连忙配合的哭了起来。对，你们要是不同意，今晚我就到吊嘎在你们家大门口。我们可以带你回去，但家里还有个弟弟，我会好好和弟弟相处的，妈妈放心。我们两人被带去办手续后，我万分感动，抓着兄弟的手，感谢义父。那个贾少爷今天没个来，8成是不希望你回去，他要真是个死绿茶，我帮你对付他。好兄弟，咱俩下半辈子的富贵可都靠你了，放心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被带回别墅后，就看到一个神色阴郁的少女，双手抱臂站在别墅大门口，看到我和兄弟嬉皮笑脸，一起喊她姐姐时，沈如烟的表情有些开裂。我警告你们，以后不许欺负我弟弟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姐姐怎么这么偏心？她当年要是也这样保护你，就不会害你在孤儿院吃这么多年苦了。听到这话，首富夫妻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沈如烟气得想还嘴，我迅速在兄弟腰上掐了一把，他立刻一会捂着脸哭道：既然姐姐不喜欢我，我还是回孤儿院去吧。陈泽，我们走。沈父急了，一巴掌甩在沈如烟脸上。混账，这就是你欢迎弟弟的方式吗？滚开！沈如烟捂着脸不甘地看向我俩，我和兄弟对视一眼。然而刚踏进家门的瞬间，我俩就看到贾少爷正哭哭啼啼地踩着凳子要上堂。不等众人反应，我直接上前怒补：大大，不许在屋内荡秋千！兄弟一个滑铲，直接将贾少爷连人带凳踹翻在地。贾少爷还没来得及将脖子挂上去，就四仰八叉摔在了地上。他痛哭出声，全家人连忙迎上去将他扶了起来。看清他绑的绳结和脚下的凳子后，全家围着他紧张不已。小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沈峰看向站着的我，哭得假模假样。哥哥都怪我霸占你的身份这么多年，害你吃那么多苦，我这就拿命向你赎罪，求你别怪爸妈，以后代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好不好？傻孩子别胡说，在我们心里，你也是我们养大的亲儿子啊！沈峰哭得更大声了，缩在沈母怀里，眼含挑衅地看向我。我直接发动了自己的毒蛇技能。这位就是养弟沈峰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还以为是哪个没规矩的混蛋在室内荡秋千呢。话说弟弟，原来你是在上吊吗？可哪有人会用水晶灯上吊啊？还打这种一震就开的火姐，别到时人没事砸下来连累别人啊！是啊，多危险！幸亏我及时出手。众人抬头看向天花板，发现果真如我所说，沈父的脸色黑了下来。胡闹，砸到黑白和陈泽怎么办？眼见苦肉计和离间计都没成功，沈峰只好看着我继续哭。对不起哥哥，我也只是想赎罪。爸，小峰他也是想赎罪才这样，明明是这2个人故意害他摔的，一点家教都没有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想当护地宝，但你也不能张嘴就拉吧？黑白为什么没家教？还不是你当年弄丢他害的？你个罪魁祸首还敢嫌他没家教？你敢骂我？骂你怎么了？我还要骂他？你这82年的龙井装什么？垃圾袋都没你能装。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在休息吗？看你刚才上吊表演的镜头可不像啊！你的不舒服不就是因为黑白回来了？你就不能舒服的当唯一的小少爷了吗？沈峰被戳中心事，委屈的想辩驳。陈泽哥哥，你想骂我就骂吧，别冲姐姐和爸妈撒火就行。我懒得再搭理他，扭头问目瞪狗呆的首富夫妻：听说我们以后和弟弟同一个班级？两人连忙点头。那就好，以后我们还能多帮帮弟弟。对了，我们房间在哪？沈母连忙带着我俩上楼看房间，沈峰跟在后面，红着眼睛，假装大方地推开了自己的房门。哥哥要是不嫌弃，可以住我这间，他本来也属于哥哥。沈如烟冲过来挡在我们面前：弟弟，这是妈妈给你布置的房间，他们那种没教养的土包子不配住。眼见我又要骂人，沈母连忙瞪他一眼，温柔对兄弟道：黑白，家里的房间你随便挑，算是我们补偿你的。兄弟黑白嫌弃地看了一眼沈峰，娘炮鸡鸡的房间，然后转身憨憨地指向另一间面积更大、采光更好的房间。那就要这间了，够我和陈泽住。你还真敢想啊，那是爸妈的房间。您刚才说了随便挑的，不会反悔吧？沈母嘴角扯了扯，还是点了点头。那就好，坐了一天车累死了，你们也快休息吧。说完，我拉着兄弟砰地关上了门，把石化的几人留在了原地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和兄弟开始疯狂逛街买，我俩大包小包，夸张地运了几车东西回来，穿得像一对豪门纨绔阔少。沈峰每次酸溜溜暗讽我们乱花钱时，总会被我毒舌地堵回去，嘴上占不到便宜，他又开始搞小动作。1个月后，贵族学校的班会上，他红着眼当所有人的面介绍我和兄弟，他们是我爸妈从孤儿院新带回来的养子，以后请大家多多照顾。该首富家这么任性吗？随便就领养2个儿子回来？
来。沈峰真可怜，要被分走多少宠爱啊！我笑着催兄弟把亲子鉴定书拿出来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弟弟这话真有意思，明明鸠占鹊巢了8年，还搁这委屈上了。明明跟我一样都是养子，装什么杨三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沈家真少爷黑白的兄弟，也是被沈家收养的养子。他们收养我倒不是因为钱多，而是害怕我兄弟被某些人欺负，所以才希望我保护他。就像今天这样。”班里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鄙夷地看向沈峰。什么嘛，搞了半天是贼喊捉贼啊！就是天天装的跟真少爷似的，原来就是个山鸡。功效声像耳光扇在沈峰脸上，他又气又恼，差点当场哭出声。从这以后，他彻底沦为全校眼里的绿茶假少。为了拼一口气，他开始疯狂学习钢琴和民族舞，想靠气质甩开我们。而我拜师学起了相声和脱口秀，兄弟更是直接报了散打和太极，将长处发挥到了极致。首富夫妻也越来越喜爱我们两个。这天晚上在房间里谈话，成人礼时也该给黑白写股份了，毕竟他才是我们亲生的儿子。不看可以，同意。偷听到两人谈话的沈峰攥紧了拳，他脸上闪过恶毒的笑，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接下来的2年，沈峰和沈如烟像是赚了性，两人不仅不再和我们作对，还主动示好。这天我们18岁生日，他和沈如烟又是送礼物又是献祝福。宴会开始前，还提出要带我们去山顶看他们准备的惊喜烟花秀。我和兄弟兴奋地跟上车，一路到了荒凉的山顶。刚下车，两边草丛里便窜出了几个凶恶大汉。打劫，兄弟反应最快，接连打倒2人，却被惊恐呼救的沈峰抱住了头。我想上前帮忙，却被一个大汉用沾了迷药的手帕捂住了口。来不及反应，我身体一软，开始发昏。陈泽，兄弟尖叫着想救我，却因为动弹不得，也被手帕捂住了脸。不过1分钟，我俩彻底瘫倒在地上，昏迷了过去。上一秒还在惊慌大哭和歹徒缠斗的沈如烟和沈峰2人笑出了声，把他们弄远一点，别玩死就行，记得拍清楚。沈如烟冷笑着蹲下身，拍了拍兄弟的脸，尤其是他，我要让他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沈小姐放心，保证拍出您要的效果。我和兄弟被抬上面包车往山下驶去，路上几个绑匪在前作乐的笑出了声。哼，什么首富，女儿和儿子窝里斗。车子在郊区的废弃仓库前停下后，几人打开后备箱想拖出我俩。另一边，沈峰和沈如烟2人像无事发生一样，开车回到了宴会厅。正忙着接待宾客的沈父沈母见只有他们2人回来，大吃一惊。黑白和陈泽呢？哥哥们说不想和我一起举办生日宴，他们要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成人礼。胡闹！快把他们叫回来！白氏集团的千金今天专门为联谊而来，人都已经到休息室了。爸妈他俩的脾气你们也知道，现在只有你们能去风俗馆把他俩劝回来了。沈父沈母眼见打不通我们的电话，又怕家丑外扬，只得急匆匆按照2人给的地址去找我们。2人走后，沈如烟连忙催沈峰：“快去换衣服，到时生米煮成熟饭。那姓白的也赖不掉了。听说那个白雪脾气很差，生人勿近，就连爸妈也没见过他到底长啥样。万一是个丑八怪怎么办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些？不管他长相如何，都是白氏的独女。只要你娶了她，将来肯定能把黑白和李泽那2个贱小子死死踩在脚下。等过了今晚，不管沈氏的股份还是和白氏的联姻，他俩都得不到。未来的沈家还是我们说了算。”听他这样说，沈峰终于狠下心点了点头。5分钟后，沈如烟以主人的身份端着下了药的酒进了休息室，装扮成适应的沈峰一直守在门外。听到里面的传唤后，他喜滋滋当着2个保镖的面进去。很快，休息室里传出让人脸红心跳的暧昧声。另一头，沈父沈母刚把车开出大门，就撞见了赶回来的我和兄弟。黑白陈泽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听了我们的遭遇后，2人气得差点冒烟。好啊，那2个兔崽子，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不可。沈父沈母带着我们回去后，到处都没找到沈如烟，2人正气怒间，休息室里传出了沈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，叫声响彻整个宴会厅，惊得所有人都往休息室门口涌去。里面出啥事了？不知道啊，要不进去看看？众人议论间，沈父沈母急匆匆拉着我们穿过人群，来到休息室门口。他们惊讶发现，休息室门口白雪的2个保镖不见了。沈府红着眼，命人踹开休息室的门，保安的强行猛踹下，休息室的门开了，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满地狼藉，花瓶和衣物被撕扯的碎片铺满地毯。沈峰衣衫不整，正哭着蜷缩在沙发毯子下。休息室侧门大开着，还在微微晃动，显然有人刚从这里仓皇逃离。小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宴会厅跟来看热闹的众人顿时议论纷纷。沈父反应极快，黑着脸朝众人歉意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出了些意外需要处理，请大家移步正厅用餐。黑白陈泽帮我们招待一下客人。”抱着沈夫人痛哭的沈峰浑身一颤，难以置信地朝我和兄弟看来：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可能！”他情绪激动，尖叫着问出了这句。沈父和沈母看在眼里，眸底寒意更甚。刚才他们并没有完全相信我和兄弟的话，现在却信了8成。我故作惊慌，带着哭腔：“弟弟，我和黑白刚才差点遭人绑架，逃出来才发现你和姐姐不见了。姐姐呢？难道她也出事了？”2句话惹得所有人开始自危。什么？沈家令2个儿子也差点出事，女儿还失踪了？莫非今天的宴会里有贼人？大家都小心点啊！今天来赴宴的都是京圈的名门望族，个个身家过亿，把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报警！快报警！沈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要是警察来了，不止他们下药的事要穿帮，就连绑架的事也会不能报警。爸爸妈妈，求求你们，要是报警，我的名声该怎么办？沈母
果然有些心软，起身劝众人：各位，请大家给我们一个面子，事关我小儿子的名声。你女儿现在也失踪了，要是连累我们也出事，你们沈家担待得起吗？还是说你们沈家在搞什么鬼？众人再也顾不上沈父的面子，叫嚣着要报警。我和兄弟相视一笑，目的就要达到。此刻沈如烟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：谁说我失踪了？他理裙华贵，皱眉穿过人群，上前看清休息室里的景象后，脸色巨变。弟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沈风被他捏住肩膀，双眼通红，浑身发颤，却不敢看他。姐姐我背。他哽咽的说不出话，众人着急的催促：到底是谁？再不说我们可真报警了。沈风捂着脸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沈如烟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嗖地站起了身。白氏集团的白雪，爸妈一定是他干的。沈父沈母这才惊觉，从刚才起就没看到白雪，而沈风正好在他休息的地方出事，两人再也顾不上别的，抓着沈风问他是不是他。快说啊！沈风哭得撕心裂肺，只能拼命点头。是，就是他。你们走后，我和姐姐忙着招呼客人，我想说送酒给他，却没想到会对他爸爸妈妈。他对我做完那些事后，就从侧门跑了。什么？是说白氏集团的千金吧？怎么会是他？虽然我听说他确实会在今天出席宴会，但没见过他来啊！而且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白氏最近2年的势头都快超过沈氏了，有什么理由对你们家这个养子动心思啊？要动也该是那个甄少爷才对。不一定，我早就听说沈氏想和白氏联姻，看关系了。难道是他们自导自演的戏？不管真相是什么，大家还是别乱跑比较好，免得遭了什么算计。沈府面色惨白，拨通了白雪号码。白雪，你现在在哪？我沈家自问诚意满满，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小儿子？什么？白雪今天果然来了。对，为了低调，我们叫人秘密把他安排在了这间休息室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做出这样禽兽的事。电话那头，白雪没说话，直接挂断了。沈府气得差点摔了手机，众人更是炸了锅啊！不说话就挂电话，表明是心虚啊！看来真是他。下一秒，人群后响起一道冷冽柔媚的声音，众人惊愕回头，看清来人的面容后，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一个身穿火红晚礼裙、面容艳丽的女人款款走来，强大的气场让人群纷纷让道。终于我看清了她的脸，她的脸竟然跟我有7分像。我靠，陈子，她怎么长得跟你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？我张大嘴说不出话来，定定看着眼前的女人。不可能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还会回来？白雪没有理他，而是勾起一个笑对我道：弟弟姐姐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和兄弟惊得差点站不住，宴会厅更是哗然如沸水炸锅。什么？他们是姐弟啊？白氏不是独女吗？怎么会突然多出一个弟弟？沈府沈母连沈风都顾不上管了，双双上前震惊道：白小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会的，他就是我弟弟。18年前我母亲生下的不是独女，而是一双龙凤胎，可当时弟弟被护士调了包，无人察觉。后来我爸妈和一双儿女去了海外发展，直到5年前被调包的贾少爷生了场大病，他们才发现他不是亲生的。为了找我弟弟，我爸决定举家回国时，贾少爷却病得更严重了。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终究养育了18年，我妈还是决定留在国外陪他治疗。我爸带着我回国重建公司，边工作边私下找我弟弟。2年前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赶去孤儿院，却被告知早就被沈家领养了。我私下派侦探来查，果然发现人则和我长得很像，想直接上门认回我弟弟。沈家却抢先一步召开记者会，宣布了他的养子身份。所以听到沈氏想联姻时，我们就答应了，想着到时在生日宴上直接和弟弟相认，却没想到你们的养子和女儿竟然想算计我们。说到最后，白雪的表情瞬间变得冰寒。沈如烟，你们派人绑架我弟弟，还想下药陷害我的事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哗然，沈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灰白，沈父沈母更是难以置信。什么？嫣嫣、小风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他俩说是骗我们去山上看烟花秀，其实就是想找人绑架我们。接着我绘声绘色向众人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。对沈风和沈如烟2人的献殷勤，我和兄弟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跟他们上山前就做好了准备。那些大汉绑匪用沾了迷药的手帕捂我们时，我们早就提前屏住呼吸，佯装晕倒而已。不仅如此，我身上还藏了微型录像设备，所以即使他们搜走了我俩的手机，我们还是将当时姐弟俩张狂的样子录了下来。接着宴会厅的大荧幕，我将拍到的画面放了出来，沈如烟和沈风恶毒算计的模样展现在众人眼前，两人和绑匪的互动，还有离开前说的话清晰传入众人耳中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亲女儿想独占家产，所以才对亲弟弟下这种狠手。我还听说这亲弟弟当年就是他故意弄丢的。沈父和沈母满眼失望地看向沈如烟，混账东西！从今天起，我们没你这样的女儿。沈如烟还想辩解，众人又盯着大荧幕惊呼出声。画面里正是那群绑匪掀开后备箱的表情，惊恐像见了鬼一样。我和兄弟桀桀怪笑的声音传了出来，配上黑夜荒凉的氛围，瘆得慌。不等绑匪反应，兄弟黑白直接将要众绑匪拿下。妈的，迷药竟然没起作用，就这水平还敢学人家玩绑架？5条废柴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脑细胞。宴会厅众人见鬼似的看向我俩，他们可才18岁啊，怎么可能战力如此恐怖？此时一旁的白雪红唇微勾，说出了真相。当我知道沈如烟和沈风一箭双雕的毒计后，决定一举除掉他们。我让人假扮自己去了宴
宴会休息室，实则一直派人偷偷保护黑白。他们那些绑匪早就在午饭时提前被下了药，所以反应迟钝，身手也差了许多。就连他们身上的刀和迷药也早都被换成了道具和生理盐水，所以他们的反击很轻松。什么？还以为我俩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的？白雪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将兜里的 U 盘交给了沈父，里面是沈如烟和沈峰买凶的证据。外面警笛声响起，警察来后当场鉴定后确认我投屏的视频还有白雪 U 盘里的都是真实有效，当即要对沈如烟和沈峰实行逮捕。沈父和沈母对两人彻底失望，去叫律师来，我今天就要和这2个白眼狼断绝关系。都是姐姐逼我的，爸爸妈妈，侵犯我的人不是白雪，是姐姐啊！所有人被这炸裂的反转惊呆了。白雪撩了撩头发，说出了休息室里发生的事。原来沈如烟端着下了药的酒进去后，见到的只是假扮白雪的人。假白雪是个女老千，很巧妙就和她互换了托盘里的2杯酒，然后在沈如烟神志不清时和她换了衣服。所以沈峰进去后看到躺在沙发上烂醉如泥的人时，还以为计谋成功了，匆匆从侧门逃了。他们很怕别人报警，所以想通过栽赃白雪让众人熄了报警的念头，等混过去再想别的办法。却没想到走掉的白雪竟然会去而复返，而且她还是报了警才来的。白雪，你真卑鄙！沈如烟双眼通红，挣扎着想冲上来打他，却被警察牵制着铐上了手铐。药是你下的，局是你设的，就连绑匪都是你找的，卑鄙的人是你才对。跟他说这些有啥用？我早都说过你直肠通大脑，你还不信？你都不配让我兄弟叫姐姐，也就配和畜生平起平坐了。不这么说都侮辱畜生了，真是土狗！打饱嗝屎吃多了，把脑子也糊住了。我都怕你去监狱里，连缝纫机都踩不明白。对了，听说那帮犯人最喜欢折磨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豪门罪犯了。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估计能活成监狱里的臭茅坑，谁都能踩。我都不敢想那场面该多辣眼睛啊！沈如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沈如烟被我骂得差点绝过去，我又笑眯眯看向跟在他身后的沈峰。还有你这个绿茶伪娘，成天不是爱喊姐姐或者吗？现在好了，变成了姐姐最爱的免费哥哥的，还能和他一起进去踩同款缝纫机，这姐弟情深，恋奸情热，够你在牢里吹一辈子了。爸爸妈妈，我真的是被姐姐逼的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沈父沈母无动于衷。后来警方按照地址找到了被兄弟五花大绑的歹徒5人组，沈峰和沈如烟分别被以绑架罪、故意杀人未遂罪、诬告罪和强制猥亵罪等数罪并罚，判处了有期徒8年和10年。而我也被白家正式认回，和兄弟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真少年。沈氏夫妇从养父母成了我的干爹干妈，如愿和白氏达成了稳健长久的合作。沈父把所有继承权都给了兄弟，黑白一人还感慨道：没想到联姻不成，竟然靠和你的兄弟情达成了永久合作。那是男女情，哪比得上我们的兄弟情靠谱啊！我和我好兄弟能好1万年不止，应该是永远。